早就听说丽森来了一个小天才，还帮助过蒋东朝2次。今天一见，果然是我想象中那个小天才应该有的样子。放心吧，蒋东朝不会知道咱俩见过面的。我不担心。彭玉总想做的事情，不是也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什么事儿？显家和蒋东朝的恩怨，想知道并不难。那既然彭玉总觉得我是一个天才，你要做的事情我知道了，也不值得惊讶吧？不过您放心，我今天是来谈合作的。如果您的商业楼里面有一个像样的美食街，反而可以掩盖住一些不正常的事情。你等一下，不正常？什么不正常的事情啊？这么大的商业楼，1年多了不对外租，不显眼吗？这么大的商业楼之所以不对外租，就是因为要等待合适的商家，还有合适的人选。你手里边那些没有品牌的小商小贩，还想让我租金减半？小天才，你是个小天真吧？如果说是你们丽森那个什么城市计划的话，我不感兴趣啊。不是那个，是我做的小世界融资计划书。蒋东朝想让你负责林伟巷的整体改造，而你要做的是小吃街这个小项目。看来你跟蒋东朝有分歧啊。林伟巷小吃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，很多人是吃着这里的小吃长大的，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巷子，它是一个地标，是一种情怀。地标和情怀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，所以本身林伟巷这3个字就是商业价值。一旦林伟巷小吃街在您这里转型成功，我们将以此为基础，全面的推广复制。当然，彭玉总您将成为我们优先的合作伙伴。其实赚不赚钱的我没那么在乎，如果能牵制蒋东朝，那我就投了。来，分一下，我们特意从林伟巷带的。谢谢。老大，这是特意给你的。没吃了。小吃街最好吃的水果了，你爱的冰杯。有一次，你究竟调查了我多少啊？全部，包括这个，还有你20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发型。我可以把你下的这些功夫看成是一种讨好吗？为了让我帮你，为了让我同意你的方案。我没有说过让你帮我，但是我说过，3步想要往上走，咱们就得一起。甜甜，开始。这几天我和雨慈姐一起跑了几个区，做了一份更详细的市场调查，大家看一下。我们这个城市呢，流动摊户数量比较
天天真棒。于经理，你应该比我明白，钱从来都不是坏事，但是钱用给需要的人更是好事，对吧？你们想融多少？理想当然也很美好，但现实往往就是另外一个样子。老大，老大，于经理，于经理，没事儿，跟他走吧。就算没有任何人的帮助，我也能一步一步完成我的计划。你说这不就是个笑话？几百亿的公司帮助几个路边摊，说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是神经病呢，真是脑回路清奇。可能天才跟我们就是不一样。天才，我看就是个蠢蛋。于经理，总觉得他跟你很像。是在变相说我傻吗？这怎么能说是傻呢？顶多算是理想主义。我还记得，当时你为那个罕见病项目融资去找蒋先生的时候，你说，如果这个项目没有商业价值，我就围着全公司裸奔。现在想想，脑子是多少出了点问题。其实，我们都知道，当时蒋先生拒绝了你，可是你没有放弃。这些年，你还在为那个项目到处去融资。安静呢，还惦记我们家人家儿？开会了，下班过来看你。哎，还看什么呀？我这病啊，没得治啊，药还是等不上啊。你呀，你有时候你就是太悲观了。黑东啊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帮我照顾我老婆、孩子。放心吧，啊。她将来再找男朋友，我帮你好好把关。我第一时间我带她去医院检查身体呢，不能老找病秧子呀。如果你能混得更好，帮除了我之外的罕见病的病友。你这病说到底，那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钱的事儿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啊？千万别学我啊！欠一屁股债。刘主任，我朋友去世之后，我来您这儿确实也少了。是我最近倒是接触了几个这方面的基金，但目前没有什么结果。您这边是资金上又，病人又多了是吗？就前几天，一位志愿者带了一笔捐赠资金和物资过来联系我们，但他的意思呢，提出了一个要求，
说是在捐赠的时候，您必须要在现场。我要在现场。我，请进。于经理，好久不见。轻拿轻放啊！哎，老陈，哎，于老板，叫什么？裴东。哎，谢谢啊。这批物资都齐了，回头你们点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啊，随时联系我。天这么热，辛苦了啊！是我该好好谢谢你们。你们捐的物资，捐的钱，我的儿子才能在这踏踏实实的治病。罕见病友家长群里面说了，我想好好谢谢你。这有什么可谢的？那我先走了啊。走。哎。于老板，您捐的钱能救命。遗体告别呢？注意安全。哎。心无旁骛的感觉是真好。我走之后，谣言满天飞吧。有人说你疯了，有人说你跑了，有人说你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饶宇慈捐赠的。谁？饶宇慈。我只是帮他出面对接而已。之前，我的懦弱和贪婪让我做了很多错的事情，我完全没法面对真实的自己。是饶宇慈点醒了我。离开公司后，我就专心的打工、还债、照顾生病的父亲。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踏实。我是来还债的，我欠饶宇慈太多了。很多病友比我还年轻，他们需要帮助。在行当，万人抗战只为赚钱，但投资一个理想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总要有人去做。前几年，你为罕见病病友筹集善款，那时候的你意气风发，想做的事情就义无反顾，起码很快乐，对吗？食品安全的问题一定要反复跟他们强调，从原材料的采购、加工、储藏都要一系列的严格按照规矩来。要想到品牌做大做强，千万不能马虎，按规矩来。是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这个饶宇慈确实有魅力，于沛东都被他说服了。这不仅仅是于沛东吧？蒋先生，您不是也没有阻止他吗？为什么要阻止他呢？这个项目也花不了什么钱，我就是要看一看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不好奇吗？对了，蒋先生，我们那个林伟巷城市计划，我前2天去工地了，还遇到了一位我们立松的老朋友。哦，谁啊？周陆峰。
蒋先生。门口有标价，出报告和调查费都有，看完了咱们再聊。周老师，哎，好久不见。蒋先生别介意啊，这小地方，条件就这样。来，怎么会啊？以前要想跟周老师喝个茶，那都是要排队的。哎呀，这一晃多少年没见了哈。是啊，应该是李森第2次界限论坛之后，周老师突然就消失了。是啊，就在那次公开发言，我批评了利森的盲目扩张之后，就被消失了。是啊，李森当时的策略是步步为营，难怪大家会有些误解。蒋先生，你误会了，过去的事儿其实我都不太记得了。我现在挺好，大市场上的事儿，以后跟我就无关了。大市场、小市场那都是外人定的，内行人看小事决定大事啊。周老师嘴上说不关心大事，可实际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吧？我听说林尾巷城市计划，周老师去过我们工地。如果您是接受了博斯的委托去调查我们，完全可以直接来找我啊。的确有人请我调查这个项目，但不是博斯的。知道你要来，要我把这份资料交给你，你回去好好看看，这里面大有玄机啊。周老师说的这个委托人是饶宇慈吗？饶宇慈，早。早，这么高兴？不瞒你说，在这个楼里我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了。谢谢你，让我找回了刚来丽森时候的那种干劲儿。我给你准备一份礼物。上班吧你。进了这个门就不能笑了，把牙收起来。啊，这楼里的人都病了，不让笑，不让交朋友。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，你明明可以接林尾巷城市计划，它和小世纪并不冲突，你这样一来，不就等于把蒋先生交给你的机会又交回去了？谁说我交回去了？机会还在我手里。叔叔，亮亮，我这儿的钱呀，不仅仅是我和你阿姨的，还有亲戚朋友的，还有我从银行贷出来的。你确定这事儿他万无一失？蒋先生从进入丽森、收购博斯，就是他一直的梦想。现在机会就摆在他面前，他不可能放弃啊！叔叔如果不放心的话，大可以拿回去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说服林伟巷这10家住户。咱把这10户都买了以后，这丽森他必须得买单呀。这个项目他是拿我的公司名义签的，前期的资金吧我还能承担。可如果这丽森的后期要是不接盘了，那我的资金链可就 over 了。
叔叔放心吧，不会出错的。饶总，合同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，您可以过来签约了。哦，我就跟你赌一次，我相信你不会像我女儿那样，给我带来的全是坏运气。来，咱们在合同最后一页签就可以了。这边。好。我之前跟你说了，那个公司我调查过了，就是个骗子公司。饶叔说你太贪心了。我有什么错啊？我没错，我就是运气不太好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这个丧门星饶玉慈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之前投资的期货赔了钱，最后还动了我妈的钱。赔了多少？很多吗？主要是他每一次做的决定，最后都会牵连到我妈。我小的时候，他的工厂失火，意外死了2个工人，最后全都是拿我妈辛苦赚的钱去做赔偿金。他呢，他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。雨慈，他毕竟是你爸，你这样当面揭穿他，他一定会受不了的。有时候过分认真，会给他一种压力，一种恐惧，你懂吗？亮亮，雨慈要是能像你这样就好了，我真羡慕你爸爸，有一个像你这样善解人意的女儿。叔叔，我理解你，您无非就是希望雨慈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你，毕竟她是你女儿嘛。我也是为了这个家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为什么他一直都在质疑我。父女哪有天生的仇人啊？但是我和他之间，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说他又聪明又乖巧，可在我眼里头呢，他那种审视我的眼神，饶雨慈，你不可能在蒋东潮那里站稳脚跟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忙得过来。这10张房产证就是我的投名状，我要把蒋东潮对你的信任彻底瓦解。不是说好了3天以后才搬吗？那我们现在东西都没收拾完呢。你说大家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就不能通融呀？对呀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对呀，你们体谅我好不好？现在房子不属于我我们的啦。房子过完户了，新的房东要求马上腾出房子来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我呀。对呀，可是你现在让我们搬走，我们那一家老小的，我们去住哪儿啊？住哪？你问我们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呀？怎么了这是？老师，你可算来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这房东突然说让我们搬走，怎么这么突然呢？不是你这样啊？喂，天天，我们本陈总，直接报 OA。不是陈总，林伟向现在有10户房主突然提出要求搬家，OA 系统又要等，所以我直接拿着单子来找您比较快。这是你们3部在做的事，我们没有这个预算，而且我们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，是你们3部自己一厢情愿去帮这些小商小贩。可是陈总，林伟向这个计划也是您负责的。如果你有异议的话，你可以去找蒋先生。陈总，现在，立刻马上，请你给我出去。以利森集团的名义，通知各个搬家物流公司，今天如果有哪家公司去林伟巷搬家，我们利森未来永不合作。
所有的搬家公司全都联系过了，加钱也不来，为什么呀？没给理由。那个，我们自己也联系了几家，都说没有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今天就得搬走啊！能找到你都找不到车呀，这样，咱们现在先抓紧把时间利用起来啊，大包小包的把东西全都收拾好，先忙活起来，车的问题一定能解决，好不好？好，先去，陈局长，好，去，哎，都别着急啊，肯定能解决。哎，这一早上啥也没干，光打电话了。怎么了，亮哥？还不是林伟向搬家的事儿？不是发了公告说3天后搬吗？啊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非要今天搬。陈总非常不高兴，对外放话，如果哪个物流公司敢帮忙，丽森以后就不予合作。老陈。好嘞，吃完了吗？吃完咱们走。去哪儿啊？林伟向。是。我们是林伟向。就这个，能坐吗？能，太帅了，老大。走，开工了。我坐后头了啊！我坐这个，我坐这个。你等会儿，别着急啊。我没用。这么多。
亮亮，快坐。白亮亮，是语词特别好的大学同学。哦，这位是刘阿姨，是我和你叔叔的好朋友。刘阿姨好。你好，语词的同学很漂亮嘛啊？家是哪儿的？哦，她父母啊是外交官，常年在国外工作。大学4年她就自己在国内住，有时候啊也来我们家住。真快呀！我以为只有大学毕业了。来，先吃起来。哎，对，来，先吃饭。亮亮，你也多吃啊。谢谢亮亮。雨慈，大学毕业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还没考虑好呢，刘阿姨。要不来我们银行工作？现在正在校招，要不来试试？你爸爸和你妈妈呀，希望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。再说了，现在工作那么难找。你们刘阿姨银行可好了，什么条件啊、待遇啊、发展啊，方方面面都很好的。哎，亮亮，你不是说你之前对银行的校招特别感兴趣吗？对呀。对了，亮亮和我们语词是在一个系，学习成绩也很好。要不这样，你们俩一块儿去刘阿姨的银行试试。这个事儿拜托你了，多帮忙。那我就先谢谢刘阿姨。再说啊，我们先吃起来，再聊啊。对。你刚刚也不和我商量一下，就说让那个女孩也来参加我们银行的校招。六敏啊，你也看到了，语词很犹豫。我就想着这2个好朋友，要是以后能在一个单位上班，语词也许能答应的痛快一些，所以我就……赵和啊，你把这件事情啊想得太简单了。以我的能力，只能照顾语词。我们除了看学生的成绩啊，还要看这些毕业生他们各个方面的因素。亮亮聊起过他的父母，条件不错的。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赵和，你都说了，人家白亮亮父母都那么优秀，你操什么心呢？小姐，您的小票，谢谢。哎呀，亮亮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怎么又把账给结了？哎呀，没事啊，阿姨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谁请不一样呢？哎呀，你看我这个长辈，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是，雨慈啊，你怎么就顾着自己埋头吃呢？你多跟亮亮学学，你看人家多懂得人情世故，又抢着把单给买了。雨慈被我们大家保护着，她不用学什么人情世故。对了，阿姨，刚才您说到校招的事情，其实我有自己的打算。我不打算参加校招了，我打算考韩老师的研究生。谢谢阿姨好意。金融数学的研究生应该很难考吧？我跟雨慈的性格不一样，我不喜欢循规蹈矩被人安排，我喜欢掌控自己的人生，掌控未来。对于我来说，安稳的工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阿姨不也是从年轻的时候奋斗过来的吗？只不过大家比较担心我们会受伤，但是受伤也是一种人生经历啊。所以，工作固然重要，但我希望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几年，可以更加努力地充实自己。还是年轻人有魄力，我们真的是老了呀。可不是嘛，亮亮这孩子确实很有主见。亮亮，你别介意，我也没想到我妈突然昨天会提出找工作的事儿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？阿姨这是在关心我呀。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我妈爱吃那个鸭子，她问我你在哪儿买的。到时候我帮你买过来吧，这种小事你就别操心了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
的啊。老板，钱放这儿了。好嘞。好，谢谢老板。下次再来啊。好。你好，要半只还是一只？切一只。哎。好了。那孩子还没给钱吧？啊，那是我姑娘。啊。